对宝可梦最鸡肋的7个特性。1. 泥巴鱼柔软。泥巴鱼是第5世代出现的宝可梦，同样也是天童为数不多收服的宝可梦，而它也分为普通形态和嘎拉尔第7形态。不过普通的泥巴鱼是地面系电系，嘎拉尔泥巴鱼则是地面系钢系。巧的是，这2个副属性单独拎出来都被地面系克制，即便是有地面属性，那也没有改变被地面系克制的问题。言归正传，普通泥巴鱼有着3个特性，分别是静电、柔软和沙隐，其中柔软可以说是最鸡肋的。柔软这个特性的效果是不会陷入麻痹状态，但它的属性本来就是免疫电系招式的地面系，5代的时候还可以挡一挡大蛇瞪眼这些麻痹招式，可是在6代电属性也不会陷入麻痹状态后，这个特性几乎就和白板没什么区别了。2. 旋转洛托姆漂浮。旋转洛托姆又叫电风扇，是洛托姆形态之一，也是动画电次曾用来对付小只的宝可梦。熟悉电系飞行系的都知道，电系只被地面系克制，但地面系却又对飞行系无效，所以电系飞行系其实是个很好的属性，而闪电鸟和雷电云的强势也和地面系打不到它们有关。可是比较狗血的是，旋转洛托姆保留了洛托姆家族传统的特性漂浮，这个特性给其他洛托姆是个很不错的特性，但放在本身就免疫地面系的电风扇上就显得有点多此一举了。而且电风扇也不像其他宝可梦那样有得选，所以就是不用也得用，这也导致电风扇连闪电鸟、雷电云的下位替代都当不了。毕竟再怎么说闪电鸟还有静电能够凑合，就更别说雷电云的不服输和恶作剧之心这2个神级特性了。3. 胆小虫巨甲舞者跃跃欲逃危险回避。胆小虫是虫系水系的宝可梦，原型是来自海蟑螂，而这种生物受到惊吓就会四散而逃，和胆小虫完全一致。胆小虫的进化型大家都很清楚是巨甲舞者，但是看了日月的小伙伴应该就会记得，古兹马的王牌之一就是它，并且在和小智的4强对决上，古兹马的巨甲舞者因为特性危险回避，直接坑死了后台一脸懵逼的巨浅螳螂，以至于帮小智减轻了不少负担。可同时也看得出古兹马的巨甲舞者实力非常强，以第2都不在话下。危险回避这个特性在胆小虫的时候还叫做跃跃欲逃，效果是一样的，还是那么的坑。或许是因为体型变大，再叫跃跃欲逃有点不符合舞者的身份，所以说好听点就换成了危险回避，不然堂堂舞者得多没面子。不过给这个坑爹特性也能够理解，毕竟巨甲舞者没这个特性限制的话，那就实在太强了。4. 请假王懒惰雷吉奇卡斯慢启动。这2个特性可以说是宝可梦里少有的拉胯到不如白板的特性了。比起这2个来说，始祖大鸟的还要稍微好上一点。请假王的懒惰还好说，至少每一拳出去都是拳拳到肉。不好的地方就是打1回合休1回合，官方为此还特地给他设计了偷懒这个回血的招式，用心是很用心，但请假王防住也是很好防，只要灵活运用保护，不保护保护，请假王就完全拿你没办法。即便是后来有了资本瓦斯，那他在珍珠钻石复刻也表现得中规中矩，即便是放在剑盾里也只能当做神之王的下位替代。说到神之王在此前没有资本瓦斯的时候，慢启动加没有保护可以说让所有人绝了玩他的想法，即便是现在能学保护，慢启动5回合加上一堆负增益，想玩他的人依旧不多。双蛋瓦斯在有了化学变化气体变成资本瓦斯后，神之王才能登上比赛舞台。不得不说他的力度非常爆炸，但软肋还是那个一脸奸笑的资本瓦斯，解决了他那神之王就又回到了起点。所以说如何保护资本瓦斯和在有限的回合建立优势，就成了玩家最关注的问题。当然神之王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不占神位，以至于在双神战的时候，有时就会出现神之王搭配双2级神和双1级神的5神高配阵容。总的来说，单看这2个特性是真的很废，说是宝可梦史上最拉胯的，我想也没有人会反对。5. 帝王拿波不服输。帝王拿波作为人气宝可梦波加曼的最终进化型，但它的特性居然是不服输。这也并不是说不服输这个特性不行，相反这个特性非常强，只要对面敢降低帝王拿波的能力，那它的攻击就会上升2个等级。有的人说这不是好事情吗？怎么说帝王拿波的特性不太行？那是因为帝王拿波其实是个特攻宝可梦，所以给它上升物攻完全没有半点用。
但最有意思的是，帝王拿波居然还会剑舞，这样一想，蜈蚣帝王拿波好像又还有操作空间。毕竟这么好的属性搭配不能利用起来，是真的太可惜了。所以我还是选择激流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了。那么你们还知道有哪些类似的呢？